1970年出生的妮娜·迪亚拉今年已经53岁。4年前的2019年，她被警察抓走之前，一直独自一个人住在画面上出现的这个价值50万英镑漂亮的小别墅里。当然，别墅前面停着的豪华奔驰汽车，就是迪亚拉平时出门逛街玩乐时的代步工具。是的，朋友们，迪亚拉平时没什么爱好，她最大的爱好，或者说是她平时主要的工作，就是1周7天的时间里，她有6天都是开着她这台价值不菲的豪华奔驰车，穿梭于附近各个城市的品牌店里，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包括但不仅限于各大品牌的衣服、首饰、包包等等。不仅不花1分钱就可以拿走，各大品牌还会在迪亚拉穿够玩够不想要了的时候，随时可以把这些衣服、首饰、包包退回去，然后再按照标牌上的价格原封不动的退回到迪亚拉指定的银行卡里。哇哦，亲爱的朋友们，你现在是不是一定在猜这些各大品牌莫不会都是迪亚拉投资的品牌店吧？说拿走就拿走，不花1分钱退回有钱拿。我的老伙计们，难道你不觉得哪里的逻辑讲不通吗？很明显，说是迪亚拉投资的店铺，明显是有些讲不通的。但如果结合本月我们讲的最多的主题，那就说得通了，那就是迪亚拉在搞诈骗活动喽。哇哦，我的老伙计们，方向是对了，但我们亲爱的迪亚拉老姐姐可没偷没抢，人家是大大方方走进各大品牌店，光明正大的提着心爱的衣服和包包，在店员们的注目礼下开开心心昂首阔步地走出品牌店的呀。太太，请慢走，欢迎下次光临。故事讲到这里，事情开始变得有点意思了。难道这个迪亚拉还会魔法不成？靠北哦！不仅不要钱，退回还有钱花。哇哦，我的老伙计们，这么和你们说吧，迪亚拉不仅会魔法，他更是知道能够打败魔法的也只有魔法。如果不是他最后一次不小心得意忘形，马失前蹄被人发现，他的这个魔法，迪亚拉还是能再用一段时间的了。最起码再给他转动别墅，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了。就在迪亚拉被捕前的4年里，他住的别墅和开的座驾都是他用这个魔法骗来的呀。具体怎么回事，那就鼓励大象马上开始。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在揭开迪亚拉的魔法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正式认识一下迪亚拉。53岁的迪亚拉是印度裔女子，在搬来英国威尔特郡这个漂亮的房子长居之前，她在马尔文住过很长一段时间。那里的邻居至今都还记得，迪亚拉很喜欢跑去邻居们家里借东西，一会儿说是家里的灯泡坏了，一会儿又说他在做蛋糕，需要一些陶器盛东西。维维安说，最神奇的是，有一次迪亚拉穿着浴袍就跑到他们家门口，说是自己家的淋浴突然没水了，想要借用一下维维安的浴室。维维安对此非常无奈，甚至感到有些不安。维维安觉得他好像只是跑来看看我们的房子。迪亚拉现在的邻居妮娜也对警察说，迪亚拉经常和邻居们说他在法国的南部有栋别墅，如果邻居们愿意，他想邀请大家去那边度假。邻居们也曾听迪亚拉提起，他在印度老家的父母也都是体面人，老家印度拥有大片大片的土地。当然，以上的内容都是迪亚拉单方面和大家描绘的，因为谁也没有亲自瞧见过。平日里人们看到的迪亚拉衣着光鲜，笑容迷人，一个人住在房子里，出门都是开着那辆豪华的奔驰。他对大家说，他是个成功的商人，他的儿子已经成家，是位事业有成的专业人士，在伦敦生活和工作。久而久之，周围的邻居们也都接受了他是位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富人。只不过迪亚拉在搬到威尔特郡这个漂亮的房子后，周围的邻居们都难得见他一面。迪亚拉的邻居们现在终于知道了，住在他们身边的这位富有的贵妇人为什么一直不在家里，因为迪亚拉太忙了。自2015年7月到2019年2月的4年间，迪亚拉几乎跑遍了英国各地多家的服装、珠宝、包包的连锁零售店铺。迪亚拉每周6天，甚至有时候干脆就连干7天，一直在去往各地店铺的路上。很显然，迪亚拉如此努力辛勤的工作，也给迪亚拉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根据西麦西亚警方欺诈调查员史蒂芬·特里斯特拉姆的说法，迪亚拉平均每周的收入超过2000英镑。截至2019年9月被捕时的统计，迪亚拉4年的净值收入已经超过了50万英镑。当然，这仅仅是经过计算的现金收入，还不包括他在沃尔特郡的房子里发现的其他赃物。史蒂芬说到这里的时候，甚至都提高了嗓门音量。警察2次搜查他的家时，光在他的床底下就发现了多个塞满现金的信封，共计15万英镑。悬念铺陈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已经急不可耐，想要知道事情的真相了？迪亚拉到底做的是什么生意，回报率竟然会如此之高呢？2023年3月，厄斯特刑事法院的法官听取了迪亚拉在法庭上讲述的关于他一个人如何设计了一个错综复杂且利润丰厚的系统，获得赃物现金退款的故事。说起来，迪亚拉的诈骗手法并不高明，但聪明的迪亚拉在日常购物中发现了一个零售商在无收据的情况下处理退款方式中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漏洞。迪亚拉就是成功的利用了这一退货制度的漏洞，屡屡得手。在英国，多数零售商的退货制度都是依据客户手上的收据。通常情况下，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如果客人带着购买时的收据前来退货，商家便会立刻办理并退还现金。可是，如果客人只是带来的货品没带收据，零售商通常都会给客人开一张保值凭单，代替退货现金。保值凭单和客人之前购买的货品总价完全一样，客人可以凭借这张单据在店里选购同等价格的其他货品。说的直白点，按照我们的说法，也就是如果客人退货时没带收据，商家只会给你换货，不会直接退钱。迪亚拉正是瞄准了这一系统上的漏洞，从他进入店铺的第一时间就开始制造自己是前来换货的假象。一般情况下，他会挎着一个特别醒目、属于这家品牌店的购物袋走进这家品牌零售店，比如某个品牌的服装店，他会在趁人不备的情况下，迅速把一件商品装进那个预先准备好的品牌购物袋里，例如一件披肩。说的直白点，此时的迪亚拉就是偷了一件披肩，装进了预先准备好的购物袋里。偷了披肩之后，迪亚拉并不着急离开，而是在店里继续四处逛逛，直到挑选到一件和披肩价格差不多的商品，比如一件上衣或一条裤子。直到这个时候，迪亚拉神奇魔法的表演都要开始了。迪亚拉会拿着事先挑好的上衣和裤子走到结算柜台，然后从事先准备好的品牌购物袋里掏出刚刚偷藏好的披肩，温柔和善地用充满柔情的贵妇笑脸对收银员说：“前几天我在你们店里买了这个披肩，但我觉得不是很适合我，所以现在我想退货，但是购物时的收据不见了。”为了增加店员对迪亚拉所述之事的可信度，通常情况下迪亚拉便会开始他的表演。他一边说，一边在手袋里四处翻找，并顺手拿出钱包向店员展示钱包里的其他票据，让店员确认迪亚拉确实是弄丢了披肩的收据。不出所料，此时店员通常情况下会按照惯例向迪亚拉提出第二套解决方案。如果客人弄丢了收据，那就无法退钱，但可以给客人换一个价值相当的其他商品。迪亚拉知道目的已经达到了，立马顺水推舟，说自己就是想要刚刚看上的那件上衣。不仅如此，他还打算再多买几双袜子，最后一块结账。店员自然会非常高兴地同意迪亚拉提议，收下迪亚拉的退货披肩。等到迪亚拉支付完袜子的款项后，店员就会给他开出一张全新的收据。整个事件的关键点到了，这也是整个零售店退货系统里面一个关键性的漏洞。迪亚拉只是花了几双袜子的小钱，便可以偷天换日般的得到了一件免费新衣。最为重要的是，他拿到了店员开具的新收据，这里面包括的款项有新上衣和袜子的价格总和。事情到了这里，整个诈骗活动已经完成了90%，接下来的事情也就变得简单容易了。迪亚拉会带上上衣和袜子以及店员新开的收据，开着他的豪华奔驰车，迅速到达另外一个城市，直奔这个品牌在另一个城市的连锁服装店，要求办理退货退款。
在查验迪亚拉手里的收据和货品完好无损，符合退货的条件后，店员们便会立刻给迪亚拉办理现金退款的手续，而迪亚拉的银行账户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便会收到上衣和袜子的等价现金。一次又一次的表演，迪亚拉发现这确实是一个可行的发财之道。迪亚拉甚至为了防止经常出入的商场地下停车场自动车牌识别系统把它检测为常客，他会把自己的车停在别处，用租来的汽车避开系统的检测。从威尔士到沃特福德，再到沃灵顿，警方的调查取证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迪亚拉的狡猾。调查人员在核查迪亚拉超多银行账户和信用卡账单时发现，迪亚拉向一家品牌鞋店支付的总额为5172英镑，而收到的金额为60787英镑。他向德本汉姆斯支付的金额为3681英镑，而他的银行卡收到的金额却为42853英镑。迪亚拉就这样通过零售店退货制度的漏洞，一次次以小博大，靠盗窃和退换货的组合拳法四处诈骗，整整4年才被发现。法庭上，他向法官解释说，每周6天的时间里，他都在上班，只休息1天。忙的时候，休息日他也会在开往另外一个城市的汽车上。哈哈，引用近来几期节目评论区宝宝们的留言的说法，连骗子都这么内卷勤劳了，亲爱的朋友们，不加油不好混呐！退货骗局的早期，迪亚拉并非一帆风顺，曾经被店铺的工作人员抓到过几次。为此，他曾收到过来自警察的多次罚款和警告。但迪亚拉非常狡猾，而且聪明，每次被抓后，他都会及时总结教训，改进骗术，直到把骗局的每个步骤都练到炉火纯青，无懈可击。2019年9月的一天，迪亚拉共计重施，他在阿斯达连锁超市的一个分店正在办理退货的时候，被赶来的警察当场抓获。这一次，迪亚拉玩脱了。阿斯达连锁超市的员工无意间从超市监控室的监控画面上发现迪亚拉正在从货架上偷拿一把电动牙刷，放进了他自己带来的手提袋里，然后拿到柜台佯装退货。店员随即报了警。事发后，各大品牌连锁店犹如惊弓之鸟，他们从没想过个人顾客居然会有如此规模的退货。就在各大品牌零售商查漏补缺之时，各路媒体开始对迪亚拉这离奇的诈骗手法大肆报道。随着迪亚拉离奇诈骗手法不断被媒体曝光，关于迪亚拉的陈年往事也被媒体挖了出来。如果我们完整回溯迪亚拉的成长经历，再去回望他的离奇诈骗手法，你的第一直觉就应该不会再如此惊讶了。迪亚拉原名纳林德·考尔，早在1985年，15岁的考尔还在念中学的时候，他就因虚假举办一项徒步运动，在诈骗商家大笔赞助金后，被判处5个月的监禁。21岁的迪亚拉出现在伍尔夫汉普顿刑事法庭。当时还在当地理工学院读书的考尔，这次他伪造了身份，谎称自己是一个清洁公司的老板，获得了72000英镑的抵押贷款。不仅如此，他还装修了房子，买了一辆价值13000英镑的宝马汽车。为此，迪亚拉被判处2年零9个月的监禁。之后的数年里，迪亚拉因各种金额的诈骗犯罪，以几个不同的名字在法院里进进出出，系列性的罚款、警告、电子标签和多项限制令如影随形。但迪亚拉就像着了魔法的巫女一样，丝毫没有半点收敛。1993年，23岁的迪亚拉生下一个儿子。关于这一点，迪亚拉确实没有说谎，他的儿子确实是他的骄傲，目前确实也是在伦敦工作。如他所说，是位事业有成的专业人士。随后，迪亚拉与一位伍斯特的商人结婚，通过改名器，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妮娜·迪亚拉。迪亚拉总是这样真真假假地欺骗他人和自己，谎话说得多了，可能连他自己都分辨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了。多年的摸爬滚打，迪亚拉逐渐摸索出一套自己独特的骗术。他总是精心伪装自己，通过改进妆容服饰、言谈举止，把自己打造成中产阶级成功女性的形象。他总是能轻松取得他人的信任。2012年3月，迪亚拉成功地应聘到特蕾西的家庭律师事务所工作。特蕾西回忆说，当时的迪亚拉充满魅力，她的职位是事务所的办公室经理。
但令特蕾西感到吃惊的是，迪亚拉多次背着自己访问公司的账户，并试图说服特蕾西的银行经理把他的名字添加到公司老板的账户名单里。特蕾西意识到迪亚拉似乎是在利用公司的名义在搞一些金融诈骗的活动，便在第一时间解雇了迪亚拉。在接下来的5个月里，发生的事情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迪亚拉对特蕾西及其丈夫发起了一场疯狂且邪恶的骚扰报复行动。他不仅以各种匿名邮件恐吓特蕾西，还在网络上散播谣言，污蔑特蕾西是个残害儿童的杀手。特蕾西事务所办公楼外的标志被人拆除了，电话和电子邮件被重新定向。潜在客户被告知特蕾西已被取消了律师资格。最让特蕾西感到绝望的是，迪亚拉还印制了污蔑特蕾西的海报。因为迪亚拉知道多年前特蕾西在一场房屋火灾当中失去了2个孩子，所以他向事务所周围的人分发海报，说他是儿童杀手律师。特蕾西清楚，迪亚拉这是杀人诛心呀。虽然特蕾西是位坚强的专业律师，但在某天下班回家后，发现有人快递过来的子弹，他还是感到害怕了。子弹旁边还有一封书信，上面写着过去、现在，但没有未来。直到2013年6月，伍斯特地方法院判处迪亚拉5年限制令和禁止接触令，特蕾西才算安生。如今迪亚拉被捕的消息传回老地方，似乎并没有人感到意外。他的姐夫更是直言，我们不想听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他的存在就是一个坏透了的消息。西麦西亚警方表示，在保释期间，迪亚拉试图通过篡改文件想要改变保释条件，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目前迪亚拉已被收押，他被指控犯有包括欺诈、持有和转移犯罪财产、妨碍司法公正在内的26项罪名。记忆里有这么一句话：天雨大，不润无根草。道法宽，只渡有缘人。都说法律是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但今天的这个故事总是让人觉得像是有口气堵在胸腹当中，难受的要命，总是有种想要骂出口但还不能的憋屈感。或许吧，有些人生来就与这个世界为敌。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订阅万象的频道，平安喜乐。